你以为抽到死神牌就是坏事要发生了吗？其实不是。死神牌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是它代表结束，而是它提醒你，有些东西早就该结束了，只是你一直不肯承认。在韦特塔罗牌里，死神骑着一匹白马，穿着黑色盔甲，手上拿着一面黑色旗帜。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张牌会觉得害怕，因为画面里有死亡，有倒下的人，有无法抗拒的力量。但如果你仔细看，这张牌真正要说的不是毁灭，而是生命必须经过一次清理，新的阶段才有可能开始。死神身上的黑色盔甲象征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。人生里有些改变，不是你喜不喜欢、愿不愿意的问题，而是时间到了，旧的模式就必须退场。就像一段关系已经没有真心，却还硬撑着不放；一份工作已经消耗你的灵魂，却还因为害怕改变而继续忍耐；一个习惯明明正在伤害你，你却告诉自己再等等，再看看。死神牌出现时，就是在提醒你，不是所有东西都值得挽回，有些结束其实是一种拯救。牌中的白马非常重要，白色象征纯净，也象征新的可能。死神虽然穿着黑色盔甲，却骑着白马前进，这表示结束的外表看起来沉重，但它带来的方向未必是黑暗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人生真正的转机，不是来自得到更多，而是来自失去那些不再适合自己的东西。当你愿意放下错的人、错的执着、错的身份，你才会重新看见自己真正该走的路。死神手上的旗帜上面有一朵白色玫瑰，玫瑰象征生命、更新与灵魂的进化。这个图案告诉我们，死神不是单纯的破坏，而是让生命从腐朽中重新开花。就像树木到了秋冬会落叶，不是因为它失去了生命，而是它要保存力量，等待下一次春天。人也是一样，当你的人生进入死神牌的状态，你可能会觉得某些事情正在结束，但其实你的生命正在重新整理空间，让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留下来。画面中国王倒在地上，象征再大的权力、再强的控制欲，也无法阻止改变。这对应到人生里很重要的一件事，你不能永远靠控制来维持安全感。你可以努力经营关系，但不能控制对方的心。你可以努力工作，但不能控制市场与环境。你可以规划人生，但不能保证所有事情都照你的剧本发展。死神牌不是要你放弃努力，而是要你明白，真正成熟的人不是什么都抓住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手。旁边的教宗双手合十，像是在面对不可避免的命运。这代表当改变来临时，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反抗到底，而是用更高的智慧去理解它。有些事情发生的当下，你会觉得痛苦、不公平、无法接受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你才会发现，如果当初没有那个结束，你根本不会走到现在这个更清醒的位置。死神牌的智慧就是让你从为什么失去转向我可以因此重生什么。牌中还有孩子与女性，象征不同层次的人性反应。孩子面对死神时比较单纯，代表有时候越单纯的人反而越容易接受改变。女性则可能代表情感上的不舍、害怕与逃避。这就像我们面对人生转变时，理智上知道该放下，感情上却还是会痛。你明明知道这段关系不健康，却还怀念曾经的美好。你明明知道这条路走不通，却还不甘心自己付出的时间。死神牌不是否定你的感受，而是提醒你，痛是正常的，但不能因为痛就拒绝重生。远方的太阳正在两座塔之间升起，这是整张牌最关键的希望。死神牌的核心不是黑夜，而是黑夜之后的日出。它告诉你，每一次真正的结束，后面都藏着一次新的开始。只是人在结束当下，通常看不见太阳，只看见失去，看不见未来，只看见空白。但空白不一定可怕，空白也代表你终于有机会重新书写人生。如果把死神牌对应到易经的核心精神，它很接近革卦的意义。革不是小修小补，而是到了某个阶段，旧制度、旧模式、旧身份已经不再适用，必须彻底改变。死神牌与革卦都在告诉我们，
真正的转化不是把旧东西包装得更漂亮，而是承认它已经完成使命，然后勇敢进入下一个阶段。很多人害怕改变，是因为他以为改变会让自己失去一切，但其实不改变才会让你被旧的人生慢慢困住。所以当你在感情里抽到死神牌，它不一定代表立刻分手，而是代表这段关系必须经历一次深层转化。可能是旧的相处方式不能再继续，可能是你们之间某种不健康的依赖、冷战、逃避、控制必须结束。如果两个人愿意一起改变，关系就有机会重生。如果只有一个人想成长，另一个人只想停留，那死神牌也可能提醒你，不要把自己的人生陪葬在一段已经没有生命力的关系里。如果在工作与事业上抽到死神牌，它可能代表职涯方向、工作环境、合作模式正在进入转折。你可能会离开熟悉的地方，结束某个专案，或发现过去的方法已经不能再用。这时候不要只问我会不会失去，而要问我该淘汰什么才能升级自己。死神牌最适合做断舍离，停止消耗你的工作模式，放下过时的技能，重新整理你的专业定位。你不一定要马上推翻一切，但你一定要诚实面对，哪一部分的你已经不适合未来了。如果在金钱问题上抽到死神牌，它提醒你要结束错误的财务习惯，可能是冲动消费，可能是一直不动式的理财，可能是明知道某个投资不健康却不愿停损。死神牌的金钱建议很直接，该停损就停损，该清算就清算，该重新建立规则就重新建立规则。不要因为过去已经投入很多，就继续把更多资源丢进没有未来的地方。有时候真正的财运不是赚更多，而是先停止失血。如果你最近的人生状态抽到死神牌，请你不要急着害怕，你要先问自己，我现在最不愿意放下的是什么？是某个人、某个身份、某种安全感，还是某个明明痛苦却熟悉的生活模式？死神牌最深的讯息是，生命不会一直让你停在不适合的位置，你可以主动改变，也可以被现实推着改变。你可以有意识的告别，也可以等到事情崩塌才被迫放手。差别只在于你是清醒的重生，还是痛苦的被拖着前进。遇到死神牌，最好的做法不是死抓不放，也不是冲动摧毁一切，而是冷静整理。第一，承认有些事情真的变了，不要再用过去的眼光欺骗自己。第二，分辨什么还有生命力，什么只是你的执念。第三，为新的自己腾出空间，减少不必要的人际、习惯与承诺。第四，不要害怕空窗期，因为所有重生之前都会有一段看似空白的过渡。第五，把结束当成仪式，而不是失败。你不是输了，你只是完成了一个阶段。死神牌最想告诉你的，不是死亡，而是重生。真正让人痛苦的，不是改变本身，而是你明明知道该改变，却还拼命抓着旧世界不放。当生命把某些东西带走，也许不是惩罚你，而是在替你清出一条新的路。所以如果你最近抽到死神牌，请你记住，结束不是人生的敌人，停在腐朽里才是。放下不是你不够深情，而是你终于愿意尊重自己的未来。当你敢让旧的自己死去，新的自己才会真正诞生。你曾经有过哪一次结束，当下觉得很痛，后来却发现那其实是在救你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，也许你的经历正好会成为别人勇敢重生的力量。